山洞里发现一个神秘空间，里面的时间很慢，慢到在外面看就好像静止一样。看到这小女孩没？其实她已经进去几十万年，可在里面却只是走了一步而已。这事儿还要从这里说起。A 教授为了寻找失踪40年的父母和妹妹，无意中找到一个山洞，发现不远处竟然站着一位60年代的牛仔，他腰上别着左轮手枪，手里提着点燃的煤油灯，但整个人却一动不动，就连火焰都是静止的。A 教授连忙回家取装备，第二天再来的时候，发现那个牛仔还在那里。他小心朝牛仔走去，只走了几步，他就感受到一层无形的屏障拦在面前，他稍一用力就跨了进去，同时前面的牛仔就像按了开关一样，大步的消失在山洞拐角处。突然，山洞深处传来一声女孩的尖叫 ，A 教授吓得转身就往外跑，刚一出山洞，他再次愣住了。几秒钟前明明是大中午，现在却成了满天繁星，车里爬满了藤蔓，无法启动，胸卡也被腐蚀得像个老古董，在他附近还多出一辆车，同样像是荒废了几十年的样子。教授在尘土中翻出一个背包，他认出这是自己学生的包，他们一定是去山洞里找自己了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再次进入山洞。此时的 A 教授还不知道，他进山洞不到1分钟时间，可对于外界来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。在他失踪2天的时候，他的学生们就根据他留下的坐标找到了这附近。他们在教授父母的车后发现了一根老旧的绳子，通向另外一个洞口。几人通过绳索往下，中途也感受到一层隐形的屏障。再往深处走，同样听到一声女孩的惨叫，几个孩子慌张的往回跑，准备先爬上去再寻求帮助。谁知刚往上爬，绳索就断掉了，2个人摔下来全都受了伤。他们以为是上面留守的小胖恶作剧割断了绳子，可是突然山洞里传来东西掉落的声音，紧接着小胖就在对讲机里传来微弱的求救声。几人只能壮着胆子进入山洞深处。他们很快发现小胖的尸体，身上的绳子同样断掉了，头顶上又是一个洞口，看来小胖是从这里掉下来的。但是天空看起来很奇怪，不停在闪烁变换。几人没来得及多想，就打开小胖摄像机的影像。奇怪的是，在画面中小胖已经一个人在外面等了好多天，不见他们回去，才不得已下了这个洞口。结果他刚下到一半，就看到天空开始不停闪烁，接着绳子断掉，小胖就这样掉了下来。众人一头雾水，他们明明才下来一小会儿，怎么就成了好多天呢？没办法，只能让没受伤的女孩徒手爬上洞口，去外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女孩爬出探险的山洞，却发现外面完全变了样子，到处都是荒凉的岩石，吸入的空气都让她咳嗽不已。明明刚才进山洞前这里还山清水秀，这会儿却是漫天沙尘直通天际。她爬上最高的岩石，想要找信号求救，突然她看到沙尘的缝隙中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物体漂浮在太空。女孩吓坏了，她再次爬回山洞，将看到的一切告诉同伴们。谁知同伴都奇怪地看着她，因为在他们看来女孩才上去2秒钟而已。直到看到女孩的摄像机，才知道她真的在上面待了半小时。再对比洞里的摄像机一看，女孩几乎在上去的一瞬间就折了回来。几人终于明白是时间出了问题，仔细查看小胖的录像，发现小胖录下的天空闪动一下并不是过去了1天，而是整整过去4季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洞中的几小时，外面已经过去了几千年。小胖还找到了教授父亲的日记本，上面记录着一个神秘的传说：古代西班牙女王派远征队寻找传说中的不老泉，想给垂死的丈夫喝，最后一队人就是在这附近失踪的。教授父亲为了救生病的女儿，才冒险下山洞寻找不老泉，结果小胖刚摔下来，画面中就出现一个东西，直接将小胖的脖子扭断。看来这山洞中除了教授一家人，还有其他生物存在。难道真是不老泉导致洞里和洞外的时间不一样吗？这么看来，根本就没人割断绳索，而是时间太久了，绳子自然老化断掉。女孩决定带着绳子爬上去，可刚爬到半空，洞外突然飞进来一道光柱，杵在地面上，瞬间以高端的形态转化成梯子。女孩以为得救了，赶紧顺着梯子往上爬，谁知上面突然爬下来一个大块头，他身高将近3米，看样子像是外星人。几人吓得连忙逃跑，来到一个新的隧道，这里的空地上竟然有火光。几人在地上发现了教授的母亲，她还是失踪照片上的样子，没有了呼吸，但身上竟然还有体温，显然是刚刚死去。不远处几个山顶洞人发现了他们，男孩留下来跟他们搏斗，没几下就被野人杀死。外星人也追了过来，他拿容器在水池中取水，随后他托起男孩的尸体，将他扔进了水池里。下一瞬间，男孩竟然活了过来。当山顶洞人跨时空遭遇新人类，语言不通，一言不合就打起来。打斗中，外星人的头盔被拔掉，他无法呼吸这里的空气，在女孩的帮忙下，才将野人全部制服，但他能量已经耗尽，只能用脑波连接几人。
空中出现了他们失踪的新闻，还有上万年后地球不断被破坏，人类已经无法在地球上生存，他们移民到了火星。这个外星人正是来自火星的新人类。女孩在天空看见的三角形物体就是人类建造出的太空飞船，金人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们的教授，也许他能知道怎么做。男孩决定深入另一条隧道继续寻找。路上他发现一面墙壁都是山顶洞人画的涂鸦，原来他们在远古时期误入山洞，因为不老泉可以让人起死回生，才将它奉为神水，不允许任何人染指，这才导致他们见人就杀。男孩在隧道的尽头找到了受伤的教授，可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，山洞中竟然还有更深一层的空间。教授的妹妹应该是被野人追赶，慌不择路跑进了那里，里面的瀑布才是真正的不老泉。远古野人和西班牙女王的士兵正在里面厮杀。教授告诉男孩，整个山洞是被做成了一个时间陷阱，目的就是保护里面的不老泉，每一层的时间都不一样，进到最后一层的人们时间要比山洞中还要慢上万倍。教授受伤严重，他拿枪阻止用不老泉复活的野人，为男孩几人争取时间，让他们先逃出去。几人先将小胖的尸体扔进水池，但野人还是追了过来。几人利用火星人类留下的梯子努力向上爬去，谁知女孩刚爬到顶端，却发现外界的环境再次发生改变，洞口已经被水封住。她伸手触摸，突然被水中的怪物抓住了手臂，将她往水中拉扯。女孩拼命挣扎，就在此时，野人偏偏在下面关闭了天梯的开关，梯子瞬间回缩，几个人全部腾空。但仅仅是一瞬间，水中伸出来3只触手，将正在掉落的3个人全部接住。又过了几秒，之前的女孩再次出现，她容貌似乎成熟了一些，换了一身超导服，将他们全部带出了山洞。紧接着又出现好几道触手，越过野人，朝着山洞深处飞过去。没过多久，小胖从水池中醒过来，发现窗外的风景正是地球。新人类已经进化成了身高3米、满手都是肩甲的存在。A 教授从他身边出现，另一个池子里，教授的父母和妹妹也全被救了出来。虽然过去了几十万年，还好他们不是一个人。从山顶洞人到新人类，跨越人类长河几十万年，却因为一眼泉水，能在同一天、同一时空相遇，真是缘分呐。